一份反击目标清单成了伊朗的底牌，其中包括让全球石油日产量减少2500万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打击美国科技企业。一条条看上去相当硬气，但是在谈判桌上，伊朗还是认怂，悄悄把核问题划掉了，声称他们现在的重心是彻底停战。与此同时，欧盟援乌900亿贷款正式获批，乌克兰无人机还把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指挥所给一锅端了。更有意思的是，美军在沙特基地用上了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德国干脆把乌克兰前线士兵请进军校当教官。伊朗这份清单有多少真本事？核底牌是真不要了吗？就在全世界都以为伊朗会一直攥着核问题不撒手的时候，伊朗的态度突然变了。据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声称，现在的谈判重心已经转移，原来是核问题，现在只有一件事，彻底终结战争。而他列出来的诉求清单更是耐人寻味，排在前头的是战争赔偿、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全面解除制裁，外加要美伊承诺永远别再打伊朗。整场表态里，什么浓缩权力、什么和平利用核能，全都没提到，这可算是破天荒了。前面那么多年，美国花费心思跟伊朗折腾的唯一核心就是核问题，制裁、谴责、谈判再制裁，循环了不知道多少轮，甚至为此发动军事打击。现在倒好，伊朗说不是重点就不是了，但是这怎么可能？美国根本不可能配合。他敢这样说，只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在对生存的迫切需求下，他们已经做好打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了，而且他们有相当的把握能够让美国同意这个让步，所以核问题就可以移开，专心谈其他问题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伊朗想把核问题在谈判桌上糊弄过去，先说谈判重点不在于核问题，给外界一个服软的假象，然后用美伊承诺永远不打伊朗这个条款做掩护。毕竟一旦美伊签了承诺不再动武的协议，就等于把自己的手绑住了，以后伊朗就算偷偷摸摸接着搞浓缩，美伊再动手就要考虑那个协议了。反正这种事情伊朗不是没干过，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无法掩盖的是一个事实，伊朗要的不是和平，是一张免死金牌，用一张纸换一个安全窗口，在这个窗口里可以干什么，大家心知肚明。谈判场上伊朗态度模糊，但是到了伊朗最擅长的发射上，伊朗可不含糊，他拿出了一份反击目标清单，这份清单相当具体，写的就是美伊怎么打他们会怎么反击。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份清单是伊朗基于所谓的对等回应和进攻性威慑原则编制的，包含了至少7种场景下的反击方案。内容其实也很简单，要是砸我的发电厂，那我就用导弹和无人机去打你们的发电厂，谁也别想有电用。要是动我的油气设施，那我就对你们的关键油气设施下手，大家都别想好过。目标就是让全球石油日产量在1年内减少2500万桶。要是敢暗杀我的军政要员，我就打你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中心。要是占我的岛或者港口，我就对你的航母和直升机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加无人机的组合攻击。这还没完，伊朗还宣称，如果海上封锁继续或者升级，他们就要封锁曼德海峡，必要时直接大规模布雷，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堵死，切断所有石油出口管道。如果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地面入侵，我们就联合抵抗阵线和当地武装协同作战，还要靠当地民众一起抓美军俘虏。最后还附加了一条，伊朗还可能对美国在地区外的利益实施突袭。看起来挺有章法，都是对等报复。问题在于伊朗能够做到吗？首先就是那个最唬人的数字2500万桶，全球石油日产量大概在1亿桶左右，伊朗一张嘴就要干掉1/4。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全球供应减少了大概500万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全球供应减少大概400万桶。伊朗现在说要搞掉2500万桶，直接把数字翻了好几倍。如果要搞到这个数字，确实不是没可能。中东的几个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再加上伊朗自己，只要这些国家的战前石油日产量全部归零，就能达到所谓的2500万桶。相信不少朋友看到这里应该就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离谱了。先不说伊朗有没有那么多精确制导武器，能够绕过海湾国家的防空网，把这些国家的所有能源设施都给炸了，就问一句话，伊朗有没有这个胆子？真的这么做的话，那就是要跟所有邻居们彻底撕破脸了。伊朗能够承受这些代价吗？但是这一条伊朗就做不到，也就是吹吹牛，专门吹给全球能源市场看，目的就是制造恐慌，拉升油价，给自己的谈判多争取一点筹码。其他项也一样离谱，说什么占领伊朗岛屿或者港口就要打航母，这就更搞笑了。伊朗靠什么打航母呢？是那些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出生就自带各种缺陷的老旧导弹，还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沙赫德？伊朗的所谓远程打击对付固定基础设施，也许还能碰碰运气，但是想要对付在海上随时机动、有整个战役体系加持的航母打击群，那就想太多了。
现代核动力航母可以持续以30节高速机动，导弹飞行10几分钟，航母早已偏离原有位置数十公里。真正能在茫茫大洋上锁定航母的国家，都要依靠庞大且密集的海洋监视卫星星座，来持续刷新移动海上目标的动态坐标。反观伊朗，目前仅有3颗诺尔系列光学侦察卫星在轨，分辨率倒是有 1.2 米，可重访周期长达72小时。即便把轨道测摆能力用满，对阿拉伯海北部的重访间隔也仍需数天。一旦美军启动 EA-18G 电子战机，展开强电子干扰，伊朗不仅数据链被压制得一塌糊涂，恐怕连雷达屏幕上的目标信号都可能是假的，根本不知道航母在哪里。你连位置都不知道，就别提打击航母了。至于封锁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2条，曼德海峡都是老演员了。伊朗一遭到威胁，有事没事就拿它出来溜一圈，实际上也只能靠胡塞武装骚扰。霍尔木兹海峡这边，伊朗倒是有手段，就是那些小型攻击艇，尤其是加上水雷，确实把海峡变成禁区，主打一个伤害不大，纯恶心人。但是伊朗恐怕不记得之前的布雷艇是怎么被 A10追着杀了。而且伊朗如果真的想要同时对这2条水道下手的话，那就更加证明了伊朗的疯狂与威胁。那美军动手可能就未必像现在这样克制了。还有那条靠当地民众找美军俘虏的条款，这大概是整份清单里最异想天开的一段。伊朗怕不是忘了之前美国飞行员迫降至伊朗境内，他们就是这么动员的，但是有用吗？美国还是稳稳当当的把人救回去了，而且把仗打到号召民众抓俘虏的份上，拿这项威胁其他国家，多少有点可笑。这种叙事估计也只能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成立。还有最后的袭击美国地区外利益，这个表述更是模糊到了极点。什么叫地区外？哪个地区的什么目标？伊朗连最基本的打击方向和目标范围都不敢挑明，说明他们很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实际规划和情报支撑，也就是拿出来蹦跶一下了。这份清单怎么看怎么都站不住脚。伊朗把它抛出来，主要就是为了威慑，并且制造能源恐慌，逼其他国家出面去游说华盛顿，尽快签署全面停战协议，最好能让美国退一步，以便自己获取各种利益。说白了，就是拿邻国的利益当人质，拿全球油价的涨跌当杠杆，逼第三方替自己出头。这种玩法，伊朗用过无数次了。最后就是对内宣传，稳住民心，这才是这份清单的极致受众。在外部遭受严重军事打击，内部经济极度萎缩，新的接班秩序尚未被广泛接受的大环境下，不弄点凸显伊朗很厉害的东西，怎么跟国内民众交代？所以这份清单的本质目的，只为宣传一句话：我们还能打。伊朗现在也是骑虎难下，想要谈判，但是之前狠话放得太满，自己有点下不来台，还极其容易导致谈判失败。只要失败，那就要面临第2轮打击，伊朗经不起继续打击了。伊朗拒绝参加第2轮谈判，未必没有逃避失败的原因。现在的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看看能不能碰一个奇迹，让他们既能保得住面子，又能谈出一个好结果。火力军只能说，越是既想要又想要，越是容易被制裁。伊朗自求多福吧。另一边的乌俄战场上，俄罗斯也不好过。1天之内，俄罗斯迎来了2个坏消息：欧盟的900亿援乌贷款正式落地了，同时对俄罗斯的制裁则将继续加码。这笔900亿欧元贷款被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联手卡了好几个月。现在欧尔班下台，非科独木难支，再加上友谊管道恢复了输油，再也没有了否决的合适理由。于是，一经提起就稳稳落地，短短2天就做完了所有程序。而且这笔贷款的约束条款设计得相当高明，由欧盟预算做担保，以欧盟在资本市场上的顶级信用评级进行低成本发债融资。乌克兰实际上拿到的是几乎零利率的长期资金。贷款将分2年拨付，2026年发450亿，2027年再发450亿，其中约300亿欧元用于医疗、教育等一般预算，剩下的全部砸向军事需求，买武器、造无人机、搞导弹，全面强化乌克兰战争能力。乌克兰方面则预计将用部分资金去采购瑞典的鹰狮战斗机。而这还是开始，欧盟内部已经在讨论900亿用完之后还要追加1170亿欧元，规划周期直接拉到了2029年。这意味着整个欧盟正在为一场长期对抗做准备。莫斯科要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团结、越来越集中力量抗俄的欧盟。就在同一场会议上，欧盟通过了对俄的第20轮制裁，而且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一口气新增了120个个人和实体，覆盖能源、金融、军工、贸易4大命门。其中能源领域下手最狠，36家俄罗斯能源企业被直接拉黑，涵盖石油贸易的全产业链。在金融方面，欧盟禁止了与20家俄罗斯银行的交易，还首次把矛头对准了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4个第三国金融机构。最让俄罗斯肉疼的是加密资产被一刀切断。本轮制裁全面禁止了俄罗斯所有加密资产交易平台，连俄罗斯央行即将推出的数字卢布也被扼杀在摇篮里。欧盟还首次激活了反规避工具，对吉尔吉斯斯坦禁运数控机床和无线电设备。这些设备正是俄罗斯军工企业绕到中亚获取的关键物资。和俄罗斯的头大不同，乌克兰最近可谓是多面开花。先说战场，
乌军使用8架 FP2 型无人机，击准命中了 FSB 机动行动总局在顿涅茨克的移动指挥所。行动由无人系统部队深度打击中心与亚速第一军团联合策划执行。这波攻击直接团灭了 FSB 在顿涅茨克的指挥核心，12名一线俄罗斯军官当场阵亡，外加15人重伤，伤亡共计27名高价值特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随后公布了袭击的第一视角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撞入建筑后引发剧烈爆炸。看到这种附带视频的捷报，有朋友可能会好奇，乌克兰怎么每打一个目标都能掏出录像来？其实这东西可不只是为了发社交媒体爽一下。乌克兰正在用一套叫 ePoints 的积分采购系统，其实就是战果量化采购系统。这个系统的运作逻辑非常清晰，前线部队用无人机录下击毁俄军装备和人员的画面，经过后台验证之后，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虚拟积分，然后登录政府采购平台，积分能直接在采购平台上换成真东西，无人机、电子战设备等等，全都可以自己挑。目前这个平台上可以采购超过400种乌克兰国产的高科技产品，平均交付时间已经压缩到了大约10天。这套系统的积分标准画的也相当清楚，击毙一名俄军12分，击毙无人机操作员25分，摧毁坦克40分，活捉俄军俘虏最高120分。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公开声明，目前约 95% 的无人机单位已经加入这个体系。2026年这几个月以来，乌军已经通过这套系统自主订购了价值140亿格里夫纳的装备，超过18万1000套，已经抵达战场。有视频验证，仅3月份，乌克兰方面就确认了超过35300名俄军士兵被击毙或重伤，超过151200个目标被摧毁，2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这套系统的真正威力远不止采购便利，每一次打击都附带视频验证，积累的海量战场数据已经形成一套独一无二的数据库。乌克兰国防部明确表示，这些经过视频核实的战斗数据正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发展 AI 战斗数据基础设施。目前，乌克兰国防部甚至还在开发新方案，从而提升该系统在前线的效能。系统适用范围也要进一步扩大。最近，狙击手作战、猎杀沙赫德无人机的机动火力小组，还有陆军航空兵作战行动，先后被纳入奖励范围。此后还将继续扩展到其他作战领域。战场之外，乌克兰的实战经验也在源源不断地反哺盟友。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军已在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秘密部署了乌克兰研发的天空地图反无人机指挥控制系统。乌克兰军方专家也已在近几周抵达基地，培训美军人员操作这套系统。这套系统由乌克兰的天空堡垒公司开发，整合了雷达和超过1万个声学传感器的数据，能够生成实时空中态势图。乌军在战争中用它来探测包括伊朗沙赫德在内的各类无人机，经验之丰富无可匹敌。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欧洲的另一端，首批拥有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教官已经抵达德国，开始手把手训练联邦国防军。德国陆军总监弗洛伊丁在接受采访时确认，这批乌克兰教官已入驻德国多所军事院校，包括装甲兵学校、工兵学校和无人机系统培训中心，后续还将扩展至炮兵学校。弗洛伊丁特别强调，他要的不是坐办公室的参谋军官，而是真刀真枪在战壕里打过仗的前线士兵。这些人要教德军的核心科目就是反无人机防御和无人机进攻战术，这些技能将被系统性的融入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的训练体系。德国这么急的原因主要在于情报评估显示，俄罗斯可能在2029年之前对北约发动攻击，而乌军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支拥有对俄正面作战实战经验的军队，而且战果相当丰富。所以帮助德国备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找乌克兰。乌克兰正在完成一场历史性的角色转变，从单纯的战争承受者变成战术的领先者和输出者，这恐怕才是乌克兰真正让俄罗斯感到恐惧的地方。他的学习速度远远超过了俄罗斯的摧毁速度。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是真的不要自己的核底牌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